和天赋第一、气运无敌的马苦玄会被剑妈视为垃圾，凤运而生，甚至被杨老头重点压住的雷部神灵转世，凭什么连个资质平平、本命词稀碎的陈平安都不如？背后藏着的不仅仅是选人的偏好，更是一场关于神性与人性的终极博弈。马苦玄越是接近完美的神，他就越是失去了成为人的资格。首先，咱们得承认马苦玄确实强，出生自带异象，杏花象的天之骄子，雷部高位神灵转世，在离珠洞天这个小池塘里，他就像是一条误入的真龙，从出生起就注定要飞升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不就是一个被设定好了程序的超级 AI 吗？运算速度再快，杀戮再精准，也终究是一台没有温度的机器。剑妈是什么人？远古天庭5大至高神灵之一，持剑者的神性所化。他背叛旧神，就是因为厌恶那种高高在上、视万物为刍狗的冷漠。他活了太久，见过了太多所谓的天才，在他的视角里，马苦玄就像是一个被命运牵着走的提线木偶，除了重复前人的老路，没有任何惊喜。这种神性在别人眼里是天赋，在剑妈眼里却是最大的病毒。马苦玄最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他的双标，他口口声声说世道就该清清爽爽，说报仇杀人天经地义，但他父亲马炎害死了陈平安的父亲。你以为把那孩子爹害死了就能娶他娘当小妾？你就不怕遭报应？他却觉得陈平安不该报复，苏青深的护卫误杀了他奶奶，他就把苏青深往死里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他潜意识里他是神，陈平安他们是蝼蚁，神踩死蝼蚁不需要理由，但蝼蚁咬了神一口那就是死罪。他不是在装坏，他是真心的觉得你不配跟我讲道理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傲慢才是他注定无法成道的死穴，这种傲慢的代价就是他奶奶马兰花的死。当他跪在院子里求环寿请神收魂却失败的时候，那一刻的他像极了一个拿着金饭碗讨饭的乞丐，空有一身通天修为，却连最想守护的人都留不住。所以是我害死了我奶奶，对吧？这就是神性的反噬。当你漠视众生的时候，众生也会以同样冷漠的方式回报你。再看陈平安，资质差，本命辞岁，长生桥段，简直就是个废号。但他身上有一点是马苦玄这辈子都修不来的，那便是人性的厚度。被欺负了，他不怨天尤人；面对诱惑，他坚守底线。练武之人不能回头。这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在漆黑的暴风雨夜，马苦玄想熄灭所有灯火，独享黑暗，而陈平安是在拼命护住最后一根蜡烛，去照亮别人。剑妈要找的从来不是一个只会杀戮的兵器，而是一个能为弱者出剑的同行者。马苦玄对剑妈是战友，觉得你是我的机缘；陈平安对剑妈是尊重，叫她神仙姐姐。神仙姐姐，一个是把剑当工具，一个是把剑当伙伴，高下立判。所以马苦玄的悲剧不仅仅是他选错了路，更是因为他从未真正活过。他的一生都在重复远古神灵的旧路，虽然走得快，但尽头早已注定。而陈平安虽然走得慢，每一步都带血，但他走出的是一条属于人的全新大道。这其实挺讽刺的。我们在这个内卷的时代，总是羡慕那些出生在罗马的人，但剑来告诉我们，只有那些在泥泞里挣扎过，在绝望中坚持过的人，才配拥有真正改写命运的资格。毕竟英雄不问出处，但强者必问来路。